江爷爷之所以对福宝一家这么好，竟是为了完成自我救赎。30年前，江爷爷还是位帅气的小伙。大熊猫莉莉去到韩国后，江哲远作为他的奶爸，这也是江奶爸照顾的第一只熊猫。莉莉长相十分可爱，号称熊猫界的西施，但莉莉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当时的医疗条件又很欠缺，再加上莉莉水土不服等情况，所以大家又称她为病西施。江奶爸为了改善莉莉的身体，费尽了一切办法，但最后也只能送回中国。当时大家都说莉莉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，这让江奶爸心里十分愧疚。10多年后，江爷爷再次来到中国挑选熊猫，还特意去看望了莉莉。神奇的是，莉莉竟然还认得江奶爸。看到莉莉生活很好，孩子奥利奥又是煤矿集团总裁，江奶爸倍感欣慰，但还是心有余悸。第一眼就看中了和莉莉长相十分相似的爱宝。但大家都知道，爱宝的童年并不快乐，这也使得爱宝的性格既胆小又敏感，照顾起来更加麻烦。按常理来说，江爷爷绝对会选择开朗的大熊猫，但江爷爷十分同情爱宝的遭遇，下定决心要让爱宝改变状态。刚来到韩国，爱宝就出现状况，不肯出外场。好在有中国的奶妈刘娟相助，让江爷爷把水果切成小块，从门口摆放出来。最终爱宝放下戒备来到了外场，江爷爷对刘娟奶妈也十分敬佩。再加上江爷爷的真心付出，爱宝才逐渐适应新的环境，如今开朗活泼起来。江爷爷又想方设法让爱宝跟乐宝相爱，自然繁育了噗噗公主夫妇。福宝小时候险些夭折，随之又出现了水泡湿疹，吓得江爷爷连续2个月都不敢回家，一直住在爱宝乐园里，陪着中国专家给福宝治疗。因为他对莉莉的事情还有阴影，于是发誓一定要让福宝好起来。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顾，福宝这才脱离危险。后面江爷爷把福宝照顾得怎样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江爷爷也感谢福宝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否则江爷爷肯定愧疚到有心理阴影了。积压在心里长达20余年的愧疚，终于在这一刻释怀了。虽然福宝回国让他十分不舍，但他终于可以说出：“我把大熊猫健健康康的送回来了。”有谁能懂江爷爷的这种心情呢？萌兰挖地道失误挖破水管，竟跟奶爸吵了起来，还差点直接上手。众所周知，萌兰有一颗出去闯荡江湖的梦，所以频繁出现萌兰越狱的新闻。但随着围墙加高，垫脚的玩具又被没收，萌兰越狱3式：爬、垫、挖，就只剩下最后挖地道了。自从过完年后，萌兰的院子到处都是挖过的痕迹，但萌兰在前面挖，奶爸在后面填。虽然没有一个地道能够通向外面的，但萌兰相信坚持就会成功。挖没挖出来，但是把水管给挖破了。萌兰顿时汗流浃背，被游客发现后更是手舞足蹈，一屁股就把洞口挡住，心虚的头都不敢抬起来。随后用罐子、用石头都尝试去堵，但水流却源源不断。萌兰刚抬头准备躲起来，就正好跟奶爸对视上了，场面大写着尴尬。当着众议的面，奶爸为了给萌兰台阶下，让她回圈室休息了。但萌兰忙活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挖出个土坑，却又被奶爸给堵上了，气得萌兰火冒三丈，趴在围栏上要求干架，抬起他那40码的大脚板，难道想要飞檐走壁不成？萌兰火气未消，隔天就把奶爸种的小树苗给拔了，还躺在木拱桥下面一顿乱啃。然而这一切都被奶爸拍个正着，这奶爸怎么回事？一天没事干什么老是监视我呀？萌兰一巴掌过去，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奶爸也怕萌兰哪天越狱成功，跑来报复自己，所以当着萌兰的面给删除了。萌兰这才屁颠屁颠的跑开了。我发现这道艰难面，不为山河过客，也曾长叹伤离别，不说一杯浓烈。只看错过多少个岁月，穿过刀光照亮过黑夜，想过幸福和爱分别，但是一梦不过一瞬间，高山之中不凡有雪，多少温和在此被熄灭，这场爱有谁来了解？让日天的心忘了遗忘不诉人啊，一笑不来，放心去为了你来思量。
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往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林岩又开始整活了，还差点让奶爸被网暴，疑似大熊猫被虐待，每天食不果腹啃食冰块充饥，让人看了十分心疼。视频一旦被传出去，就算奶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直到看见冰面被林岩一脚踩踏，才想起这300多斤的体格，怎么看都不想被饿着的。林岩这小胖子，真的可以给他颁发影帝奖了。寒冬腊月霜满地，林岩打捞水成冰，看似吞噬以充饥，实则搞怪剩顽皮。了解林岩的粉丝都知道，他是熊猫界的整活代表，舞狮蹦迪样样精通，调皮捣蛋还最会演戏。上一秒还在秋千上玩耍，下一秒立马倒头装睡。2个奶爸扯着嗓子喊，他却纹丝不动。不演我，你讲都不再说，快点！装睡的熊也是永远喊不醒的。林岩的鲜嫩竹笋顿顿吃到撑，他却跑去吃枯草，还顶着大雪蜷缩在角落吃树枝。就这氛围感，很难让人不信以为真，逼得奶爸没差点给他磕一个。再这样演下去，恐怕奶爸的饭碗都不保了。你越是求他，林岩就越上头，直接趴在水池边打捞洗澡水结成的冰块往嘴里喂。好家伙，你也是豁出去了，竟然吃自己的洗澡水，这是要和奶爸死磕到底吗？直到小叶子被证实女熊身份后，再看花花与荷叶的感情，只会让人更加感动。荷叶是弟弟那几年，经常熊来疯，一不留意就把花花推翻，但关键时刻他却是个大暖男。这次花花正在干饭，隔壁的施工队突然大作，吓得花花愣在原地。这是大熊猫的正常反应，会把突然的吵杂声误以为危险靠近。而荷叶胆大心细，挨着姐姐一起坐下，还一手搭着姐姐的手上安抚。以后每次在姐姐吃饭的时候，荷叶都会四处观望，保证姐姐吃得安心。在草地上玩耍时，花花一不小心滚下去，吓了荷叶一大跳，但立马就跑去查看，还把花花抱在怀里安慰。第2次花花睡觉的时候，荷叶担心姐姐再次掉下去，于是温柔地叫醒姐姐。姐弟俩上一秒还在打闹，但一看见秋千荡漾起来会砸到姐姐，于是荷叶立马停止打闹，用手去堵住。有些游客在给花花拍照时，闪光灯是打开着的，于是荷叶就跑来挡在前面，所以后面就出现了游客驱赶荷叶的事件。叶子啊，你走开！导致小叶子委屈地躲在树上抽搐，眼泪都快溢出眼眶了。虽然公妈没有太多照顾2姐弟，但花花从来不缺爱，不仅有谭爷爷，还有荷叶时刻陪伴。但一想到荷叶本身也是女熊，突然就更加触动人心了。她自己都需要照顾，却当起了男子汉。在她这里，姐姐永远不需要长大。之前还担心2姐弟会被分开，如今成了姐妹，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加长远了。直到看见面面奶爸像个流浪汉一样蜷缩在角落，我才明白北洞没有刻板的熊猫，只有抑郁的饲养员。北洞又出一只顶流女明星花点点，没错，就是那只在后院养了几年环社恐的小熊。随着保安队长古大爷的退休，和丫丫去做邻居了，花点点才正式在补谷的院子里展出。同时还有和玩偶鱼谈恋爱的胖大海福星。随着花点点的到来，新一轮的窝窝头大战也即将开始。众所周知，北洞的窝窝头没有糖分，让熊孩子们难以下咽。花点点也是主打一个随心所欲，他不想吃的，就算你给他跪下，他也丝毫不留情面。北洞小天后如此傲娇，可只要给他按摩就能将就。被熊孩子整抑郁的就只有黄脸奶爸，但花点点这次可是大阵仗，所有饲养员被他集体整刻板了。别动 ！First blood！ 干嘛 ？Double kill！Triple kill！Quadra kill！Pentakill！ 每天重复毫无意义的举动。爷爷拿一根笋逗点点下来，明明就是刻板了，就重复性的去做无意义的动作。看着帅帅奶爸满脸惆怅的样子，躲在那里恳请公主用餐，花点点却只顾着玩自己的，完全不把奶爸放在眼里。就连神厨古爹来了，花点点也柴米油盐不进。最可怜的还是面面奶爸，为了让花点点吃窝窝头，瞬间苍老了好几岁，侧着头蜷缩在角落，怎么看都像个流浪汉。唯一幸免的也只有黄脸奶爸了，因为只有他还没给花点点喂窝窝头，主要是他连小白天都扛不住，更别说花点点了。网友直呼虫洞养着一堆小宝宝，北洞却供着一群老光棍和姑奶奶，难怪北洞没有刻板的熊猫，只有抑郁的饲养员。直到看见奶爸鬼鬼祟祟的举动，才明白七仔为什么有800个心眼子了。自从七仔咬掉老丈人的耳朵之后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七仔就疑心病犯了，总感觉有刁民要害朕。原本以为七仔是怕阿宝来报复，背后的真相却是他的奶爸。这如出一辙的眼神以及肤色，
果真是谁养的娃就像谁。新晋显眼包灵颜，整活界的代表，本以为是成精了，结果被一个动作给识破了。奶妈在给他打扫卫生时，直接把灵颜的玩具一掌推出数米，结果又让灵颜解锁了新玩法，动作简直一模一样。花花和他的谭爷爷也越来越像，站着像，坐着像，神情像，就连性格也像。花花营业时露出微笑给粉丝招手，谭爷爷工作时也经常一副慈祥的笑容。谭爷爷喊花花回家，花花坐在地上让谭爷爷抱，谭爷爷站在原地等花花过来，脾气一样的倔，只能相互偷瞄一眼。萌二掰竹子龇牙咧嘴，一看就是跟奶爸学的。咱暂且不论这个，二小子看见黄脸奶爸叠被子，二小子马上就复制起来。萌大洗完澡后拿着毛巾擦头抹脸，肯定也是跟奶爸学的。这个视频告诉大家言传身教有多重要。